接下来我会解释马来西亚雇用法律和关于解雇的法律和例子等。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互动和参与今天的讲座。马来西亚的雇用法律主要分为2种，第一种是工资不超过2000令吉的员工。1955年劳工法令适用于每个月工资不超过2000令吉的员工。但是如果员工的工作是属于体力劳工 manual labor， 例如修理机器等等，虽然他的工资是超过2000令吉的，可是呢还是会被劳工法令所保护的。通常我们做工呢都有签署雇用合约 letter of offer， 但是呢如果你做工没有签署雇用合约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劳工法令的第2章说明了雇用合同可以是用口述或者是书面形式 oral or written， 所以即使你没有雇用合约，但是公司聘请你成为员工，而您的薪金是不超过2000令吉，那么你是被劳工法令所保护的。如果您的雇用合约的条款比劳工法令更不利，怎么办呢？打个比方，如果你的合约里面每个月是14号才可以发工资，可是劳工法令说薪水应该在每个月不超过第7天给员工，那么根据劳工法令的第7章，如果雇用合约中的任何条款与条件，包括解雇条款，比劳工法令所定下的更为不利的话呢，雇用合约的条款应视为无效，较不利的条款应由劳工法令的条款来取代。所以如果您遇到劳资的问题，如果说你没有得到你的薪水，或者是没有得到你应有的福利，员工是可以在60天内到劳工部举报雇主没有遵守雇用合约的条款。第2种呢是每个月工资2000令吉或以上的员工。1967年劳资关系法令主要调整资方、劳方和工会之间的关系，通过仲裁公平迅速解决不合理和不公正的解雇纠纷等。所以每个月薪水2000块以上的员工，他们的雇用合约是经过双方自由洽谈而同意的，主要的内容也包括合约性质、工作范围、薪水、见习期间、权利、终止合约及福利等。1967年劳资关系法令第20条说到，凡是任何员工认为他们被不合理的开除 without just cause and excuse， 那么员工是可以在60天内向工业部做出投诉。现在呢，我们来一个小测试。OK， 如果陈先生他的工作属性是属于体力劳工，打个比方，他是建筑工人，他的薪水是5000令吉，那么你们认为他会被劳工法令所保护的吗？答案是 yes。OK， 虽然他是一名体力劳工，所以他的薪水就算是2000以上，他也是会被保护的。下一题，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李小姐她是一名经理，她的薪水是8000令吉，那么你们觉得她会被劳工法令所保护吗？答案是 no。 在什么样的情况呢？雇主和员工可以终止合约。退休，马来西亚退休年龄法令于2013年7月规定，员工最低的退休年龄为60岁。这个退休法令适合用于马来西亚的私人界的所有员工，所以如果任何老板在员工没有达到60岁最低退休年龄之前辞退员工，均属犯罪，一旦罪成，可罚款不超过1万令吉。第2个，辞职，员工辞职通常是需要看他在职的年数，提前给予通知。比如说，员工必须要给老板1个月的通知后才可以辞职。若任何一方没有给予足够的离职通知，那么呢，就必须要付对方代通知金。代通知金是支付对方的通知天数，或者是通知期所剩下的天数的工资。如果员工没有给1个月的通知就离职了，
那么呢，他就必须赔偿雇主1个月的薪水。那如果你的合约里没有列明离职通知的时间，这个呢就会由劳工法令的第12条文离职通知为标准。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令。如果你的服务呢是少过2年的话，你就要给4个星期的通知；服务多过2年，少过5年的话，就6个星期通知。如果呢你的服务是超过5年的话，就要给8个星期的通知。如果员工辞职通知过后，雇主还是必须支付你任职期间的工资。如果你的工作是有佣金或 commission， 要看回你的雇佣合约 letter of offer 是否有列出佣金的条款。如果有这个条款，可是公司却没有支付你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向劳工部举报雇主不遵守雇佣合约的条款。另外一个固定合约，固定合约的意思是指固定合约有固定的期限。打个比方，你的合约是1年、2年或者是5年的合约。一旦员工的固定合约期满，就意味着员工自动离职，公司并没有义务给您任何理由为什么不续约。从技术上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解雇或辞职的行为。最近我们在新闻看到Sungai Buloh有非常多的医生出来抗议，因为他们所签署的合约是固定合约。所以将来如果你们有去新的公司，一定要在签署雇佣合约之前谈好这个条件。如果员工呢在固定合约期满之前被不合理的辞退，那么员工是可以去劳工部询问，并且去申请赔偿合约期限里剩下的薪金。打个比方，如果你的合约是5年，可是呢雇主在第4年就辞退你了，那么你可以要求雇主赔偿你剩下1年的薪金。另外一种例子呢，是雇主会不断的跟员工一直签续固定合约，但是其实这种合约对员工是非常没有保障的，因为这样子呢对他们的事业未来没有保障。如果一个长久的员工签固定合约的员工突然不被续约，或者是对裁退感到不满呢，他是可以到工业法庭去投诉。法庭会依据平时劳动实践、良知、公平来保护员工的权利，以确保原则不被破坏。接下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雇主可以直接解雇员工呢？表现不佳，在大多数的雇佣合约里都有试用期 probationary period 的期限。在相关的试用期限内，雇主会给员工适当的培训，并且在试用期结束后评估员工的表现。如果老板觉得员工的表现没有到达预期的要求，老板是不能即刻辞退这个员工。任何员工不能在没有正当的理由情况下被解雇。所以如果这个老板要开除员工，必须要有正当、合理和公正的理由 just cause and excuse。 当员工的表现没有到达预期的期望的时候，雇主必须调查，然后再给予警告 warning， 然后再延长这个员工的试用期，并且给予适当的培训。尽管如此，如果这个员工呢工作表现还是没有改善，那么当延长的试用期到期时，雇主可以终止该员工的合约。但是如果员工你觉得他在没有正当的理由下被解雇的话呢，是可以根据1967年劳资关系法令的第20条文要求复职。接下来我们看不正当的行为 misconduct。 最近新闻有报道，一名陆军中士相信是因为拒绝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而被指违反指令而被解雇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名陆军中士拒绝接种疫苗。这名陆军中士也许认为他有基本权利拒绝打疫苗，也许他认为坚持打疫苗并不是强制性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拒绝接种疫苗会对同事、社区民众甚至自己的家人造成伤害。所以这名陆军如果他觉得他被不合理的辞退，是可以去军事法庭。但是如果你在私人界做工，如果
雇主指责你的行为不当，但是员工不承认的话呢，雇主就必须要释出 show cause letter， 让员工去解释有关的行为。如果公司不满这个员工的解释，或者是员工不坚持不承认这个指责的话，公司可以进行内部审查，也就是 domestic inquiry， 提供员工辩解的机会。劳工法第14条文提到，任何解雇或惩罚都必须经过调查 due inquiry。如果少了这个步骤，员工可以到劳工部投诉不公平的辞退 unfair dismissal。现在呢，我想要再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男员工他是一名上市公司的经理，他因为有些肢体的动作关心下属，打个比方，他有时候关心，他就会用手去摸他女员工的肩膀，而被投诉性骚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公司就有进行这个内部审查呢 domestic inquiry， 提供这名男经理的辩解机会。只有经过审查，让这个经理辩解后，才决定他真的是犯下严重的错误，性骚扰是属于不当的行为，那么老板才能够辞退这名经理。性骚扰呢，不只是发生在肢体上的动作，言语上的挑逗也是一种性骚扰。所以如果任何员工有相似的经历，一定要投诉来保护自己，不要受到欺压。第三，裁员。疫情当下，非常多的企业受到影响，为了减少开支，很多公司进行裁员。根据劳工法令，裁员应该是迟进先出，也就是 last in first out， 意思就是讲最迟加入的员工应该最先被裁退。比如说你的部门有其他比你更迟进来的员工，可是呢公司却只裁退你，那么公司就触犯了这个原理。工业法庭曾说明，裁员是指公司因进行企业重组计划，导致员工过剩 surplus， 或者是员工多余 redundant 的现象。也就是说，公司在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必须裁员，而并非怀有恶意。如果员工被裁员，根据1955年劳工法令和1980年雇用终止裁员福利，员工呢是可以在被裁员的时候享有辞退金。如果你们还没有得到这个辞退的赔偿呢，是可以向劳工部询问。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就是间接解雇员工的例子。间接解雇呢，是老板逼你自动辞职的意思。降职，这个是一个发生在律师楼的真实事件。这间律师楼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要减少开支，所以呢，这个律师楼的人事部就暗示这名资深的律师叫他辞职。可是呢，这名律师为公司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而且也没有做错事情，所以他坚持没有交辞职信。那么呢，公司就采取了非常多的行动，包括了就是慢慢的冷藏这名律师。接下来呢，律师就做好他的本分，也没有呈交辞职信。那么公司就查这个律师的私人邮件啊，指责这个员工律师有可能泄露秘密，可是又找不到证据，所以呢，公司就无理由的将他降职，拿走他全部福利，甚至呢把他从律师的房间搬去跟员工 club 一起做，而且给这个律师做很多 club 的工作。所以这个律师呢也收集了非常多的证据。在法律上来说，他是可以向工业法庭投诉这一间律师楼不合理的逼这名律师辞职，而工业法庭呢有权利宣判雇主赔偿高达24个月的欠薪。这个律师刚开始也是非常的迷茫，可是呢他好好的想他到底未来要走什么路，因为他考虑到改天未来还会合作见面。虽然他去工业法庭的申诉非常高，但是他还是决定满怀感恩的离开这间公司，东家不打西家，他现在得到更好的 offer， 到另外一间公司上班，并且得到更多的机会。减薪，如果员工的工钱每个月是4000，可是疫情的关系，单方面被减薪到 50% 变2000，怎么办呢？在劳工法令第24条有说到，在几种情况下才可以减薪。第一种呢是公司不小心给你多的薪水，
好像不太可能。第二种呢，就是公司员工离职的一个代通知金。第三呢，就是公司拿回自己预支的薪水，也就是之前他 advance 给你一些钱，现在他扣回来。第四种呢，就是员工自己申请减薪。所以如果不是在以上的例子呢，或者是没有在你的 letter of offer 或者公司 policy 讲到任何关于减薪，但是公司却单方面没有经过你同意下减薪，这一种是一种间接解雇的行为。如果老板一直单方面的减薪的话，员工是可以到劳工部门去投诉。还有另外一种例子，就是老板讲用 PSU 政府津贴来给工人薪水，可是公司一直说政府没有出 PSU 的钱，所以我不可以给你薪水，那员工怎么办？在这一种情况下，不用担心，你们可以到 PSU 网站询问到底政府有没有出钱给公司。OK， 接下来呢，我们看受害。在职场上，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这个员工被老板 M。在法律上呢，私人职业妇女有薪产假其实要有2个主要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在生产前被雇用超过4个月；第二个呢，就是生产前9个月内做工超过90天。所以不管你的薪水多少，少过2000，多过2000，你都会是被保护的。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真实案例是发生在私人界。这个女员工刚刚进入公司就意外发现她自己怀孕了，所以她的这一个雇佣合约有说到，如果员工在进公司的第1年内怀孕，公司是有权利去辞掉这名女员工。那这名女员工知道自己怀孕过后，就马上跟老板讲，并且问老板：“老板，你要炒掉我吗？”老板讲：“哎呀，不会炒掉你的啦，可是我不会给你有薪产假。”所以这里有一个灰色地带，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员工有怀孕，所以迟迟不肯封她的试用期，让她没有办法享用她的有薪产假。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职业妇女可以向劳工部投诉。可是呢，她是因为要做工，所以她跟老板去谈呢，到最后这一个员工拿到1个月的有薪产假，在产假完了过后，她也被肯封她的试用期。另外一种情况下是，当妈妈生孩子过后，大多数的人都会被母乳。我也是一名妈妈，我也是想要给孩子最好的。可是呢，刚刚生完孩子就一直要挤奶，每天在公司可能要挤2次，每一次1个小时。我也是看到很多真实案例，公司会为难职业妇女，并且说到他们表现不佳，趁机解雇等等。马来西亚妇女部之前提倡了很多妈妈的福利，如果妈妈们真的是做了一切该做的本分，但是还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是可以向妇女部去询问。我在此也向全天下的妈妈致敬，你们不只要照顾孩子，也要把工作的本分做到最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解决方案，和解洽谈。所以当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可以向公司、上司人事部去洽谈，对话是一种解决方法，得到双赢的结果。第二点呢，你们也是可以向劳工部门询问，联系方式如下：初步的询问是免费的，你们可以去到你们最靠近你们地点的一个劳工部。1955年劳工法令第69条文有说明，劳工部有权处理薪水高过2000、低于5000的劳资纠纷。接下来呢，我们去到这个马来西亚工业关系法。这第20条文有说到，凡是员工被开除，若认为雇主开除呢是没有合理的理由，那么可以在离职后的60天内向有关部门作出投诉。工业法庭呢有权给以下的裁决，包括命令员工复职，或者是以赔偿来代替复职，或者是命令雇主归还欠薪。欠薪的算法是怎样呢？欠薪的算法是从解雇的当天开始算起，直到听审的最后一天，最多的可以高达24个月的欠薪。接下来呢，继续，不管怎么样，生活还是要继续。现在也许有考验，可是如果可以撑过，就是春天。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果被解雇后有什么补贴呢？收入损失援助，也就是 Income Loss Assistance。去年政府有推出短期经济复苏计划 Bencana， 援助这些失业人士，所以这些你们不需要申请，政府会依据你们2021年到10月的 EPF 跟 SOCSO 的数据，
给失业人士500块钱的津贴。如果你们没有拿到的话呢，可以到 Vokeso 的网址去询问。第二点是保险，你们每个月都有还，以前有还 EPF， 现在还有还一个东西叫 EIS，EIS 就是 Employee Insurance Scheme， 也就是在职保险。这个是SOCSO管辖区去帮助这一些被裁员、间接解雇或者是没有收入高达6个月的员工。任何马来西亚公民或永久居民，18岁到60岁，私人界或者是还在偿还这个 EIS 的，可以申请这个 EIS 的保险。当中的援助呢，包括了给予你高达6个月的薪水比例的津贴 allowance， 培训在职保险也给予失业人士培训的机会去提升自己。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去 Vokeso 的 website 去巡查申请。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就是，如果你们限制做工条款。打个比方，如果你离职过后不可以在同样的领域做工，打个比方，如果一个厨师啊，他的这个合约有这个条款，那么他离职后可以去到另外一家餐馆做工吗？答案是可以。我们马来西亚一般上呢说这个条款其实是不成立的，是不可以限制或禁止员工去其他地方工作。好了，谢谢大家。